这是一辆比亚迪的秦 L， 嘎嘎新啊，连牌照都没上，整个车身变形是非常严重，气囊好好的，非常的安静，前机盖已经拧成了麻花，事故看上去还是非常严重的。不仅仅是机盖，整个车身我感觉都拧成了麻花，机盖位置居然还开焊了。这个车的防撞梁的胶涂的那是相当随意，看样子应该是学徒干的。双吸能盒看上去还行，这个车没有发现防行人卷入系统，这点国产车不如合资做的好，下面空如也。这种车看完之后，我也是比较迷茫。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作为工业奇迹的比亚迪啊，谁看了谁不迷糊，已经是偷工减料的集大成者。998它后面还能降价卖，卖了1年之后呢，随着技术的提升啊，又让这个工业奇迹变成了工业绝版。在投诉排行榜中，前20名比亚迪从1排到了19名都有它，确实很有一套啊。兄弟们，今天啊，咱们来瞅一瞅领先的老头了啊。车标呢，咱们也不敢露，不然就是律师函啊。后面的防撞梁咱们来瞅一瞅啊，吸能盒还不错啊，体积长度还可以，这有2个溃缩器。防撞梁嘛，兄弟们可以自己瞅啊，有点尴尬。说来也是奇怪，咱们买了3个月的苹果，依然啊光亮如新。虽然这货储藏时间较长，但这玩意还是令人质疑啊。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苹果的真假啊，是不是另有乾坤？忽略防撞梁啊，给兄弟们展示一下啊。我靠，还挺丝滑啊，兄弟们，看到没？果然拧新啊，这玩意。苹果也是真的啊，水分还是比较足，确实也是无法超越。兄弟们，可以再瞅一下啊，咱们也不知道这个设计师是怎么想的。前面是防撞梁，如果发生碰撞的情况下，这玩意高压电，兄弟们可以想一下，后果是不是自带焚烧功能？设计啊，所谓的设计都是为咱们量身打造的，一旦发生一个碰撞，这玩意即使啊损坏，那玩意要不要妈嘞？哼，兄弟们，你们深思熟虑啊，自己脑补参考就行。那么问题来了，质量这么差，怎么销量还那么好呢？全靠的是营销啊，广告做得好，在宣传方面，这些车企确实都玩出了花儿。你以为是正经的技术 PK， 实际上是暗箱操作，套路比《甄嬛传》还要多。有人总结了几点啊，第一招呢，租车当牲口，谁家评测真实买豪车啊，都是去租车行薅羊毛的。上海租车行的老板现在都学精了，直接在合同上写清楚，车企押金就是50万，测试免谈。为啥呢？因为之前租出去的保时捷911 3天拿到赛车场狂飙了2000公里，轱辘都快磨没了。德国零件商更惨，借出去的车呢还回来了，变速箱里面直接可以掏出一把沙子，真的太厉害了呀！这是把车当挖掘机去开了吗？第二招就是物理外挂，有的车企为了证明自己家的车耐撞啊，半夜偷偷摸摸的把对比的车型防撞梁都给拆了，想要显摆动力强，给对手灌92号汽油，导致发动机咳嗽啊。更绝的是某势力啊，专挑宝马空气悬挂坏的时候呢去做对比视频，这操作就像考试前啊给对手下了泻药，赢了也不光彩啊。第三招呢，自带魔改战车，第三方检测机构都是看傻眼啊。车企送来的原厂车比特种部队改装的车还要猛啊，发动机调的跟打鸡血了一样，轮胎更是换成了赛道级的，就差点给车装上火箭推进器了。这些哪是测评啊，分明是氪金玩家暴打新手啊！最魔幻的是行业现状，看看迈巴赫被13线的新势力吊打，视频里把奔驰宝马按在地上摩擦，
4S 店里试完了，转头就去买 BBA 了，靠歪门邪道赚的流量，最后变成了打自己的巴掌。有没有发现啊？这场面像极了在菜市场互相扯头发的大妈。还有谁记得卖车是要靠真本事的呀？现在车圈比的根本不是谁的技术强，而是谁的导演水平高啊！测试续航，浑身都绑满了充电宝；测试支架水平，都提前排练了800遍。建议车企啊，直接改拍电影得了，反正道具都是现成的。今年新能源品牌啊，已经进入了淘汰赛，到底谁能活到最后呢？现在是套路王，玩得很欢，小心啊！消费者觉醒之后给你拉清单呐。老实人短期吃亏，但是哪天行业变天了，可能捡漏。技术宅呢，默默的憋大招，说不定直接掀桌子。车主会用脚去投票的，现在已经有很多上当受骗的人了。现在很多已经上当的人呢，虽然已经被捂嘴了，但是呢，能一直捂吗？技术不行，一直偷工减料，总有人会发现的。现在有人呢，在网上说了一个胶带，结果呢，很多车企的粉丝直接破防了。工业上怎么弯道超车呢？说个最简单的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2卷胶带，一个是绒布胶带，一个是电工胶带。无论你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大家可以打开前几张看看，里面用来缠绕线束的就是这2种胶带。但是几乎所有的主机厂用的这个胶带都来自德国德莎，也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品牌。普通电工胶带的价格也就2块钱一卷，德莎的这个要卖10块。大家不要小瞧汽车上面用的这个胶带，上面的技术含量和要求说能让你吃惊，一点也不为过。不然德莎也不会因为一个简单的胶带就垄断了这个市场。这是20年前德国大众、奥迪、宝马、戴姆勒、保时捷对这个胶带的统一要求规范。第一，这个胶带要有适合的结卷力，说白了就是你这个胶带裹上线束之后，不能太粘，也不能不粘。太粘的话会导致线束卷曲变形，不粘的话又起不到固定线束的作用。第二，这个胶带的手工撕裂力要恰到好处，因为在生产环节缠绕线束的时候，员工基本上都是用手撕的胶带，所以就要求这种胶带在被手撕的时候，要很容易就能把它撕断，并且撕断之后胶带不会过度拉伸或者变形。第三，发动机舱可能会有水、冷却液、机油等液体渗漏到线束上，所以主机厂对这种绒布胶带的吸收性也有要求。这种绒布胶带对水和机油的毛细管现象要小于100毫米。第四，发动机舱长期处于高温状态，所以就要求这种胶带要具备非常优异的耐高温老化性能。把缠绕好的胶带放在100多度的高温中，放置240个小时，要求这种胶带依然具备粘性，并且用手去摸胶带的时候，胶粘剂不能粘在手上。而大众、宝马这些主机厂对车用胶带的耐高温老化要求最少是10年以上。第五，在一些极寒地区温度比较低，想要胶带在零下30-40度的环境下还要保持粘合力，就要求这种胶带要具备非常优异的耐低温能力。而德系主机厂对这种胶带的耐低温要求是零下40度的环境下胶带不能开裂。第六，在很多高温地区往往伴随着高湿，在高湿温环境下想要胶带依旧保持粘合力，就要求这种胶带要具备非常优异的耐水解性能。而大众、宝马这些主机厂对胶带的耐水解性能要求是把胶带放置在温度85度、湿度85%的环境中测试1000个小时，要保证胶带不分离线束，胶带和胶带之间不能有滑移，胶带不能有明显的变色，不能溢胶，用手去摸胶带，胶粘剂不能粘在手上。第七，汽车上面的很多线束难免会交叉在一起，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震动会导致线束来回摩擦，这就要求缠绕线束的胶带要具备非常优异的耐磨性能来保持线束的完整性。第八，线束和线束之间来回摩擦可能会产生噪音，这就要求用来缠绕线束的绒布胶带要具备一定的降噪性能。第九，在洗车和一些特殊情况下，线束可能会被水流冲到，这就要求胶带要具备一定的抗热水射流性能。而主机厂对这种胶带的性能要求是80度热水100巴的压力下持续喷射2分钟，胶带不能有裂纹，不能有明显的损坏，不能断层，不能滑移。另外，主机厂对胶带还有耐真菌性能、耐臭氧性能、热保护性能、雾气测试、有机物测试等等各种将近30项质量检测标准。所有的测试项目只要有一项达不到大众、宝马、奔驰这些主机厂的要求，就不会采购。而德国德莎的胶带全部满足这些性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德莎能够垄断汽车胶带这个细分市场的原因。你在市面上能够买到质量最好的胶带就是德国的德莎。以前大家对胶带那种刻板的印象，比如说摸起来粘手、流胶、溢胶、高温脱胶、低温开胶，这些在德莎的胶带上是没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电工胶带卖2块钱一卷，德莎卖10块钱一卷的原因。而这些所有的性能表现本质上都跟材料跟这个胶粘剂有关系。连个胶带都不能遥遥领先，还说什么新能源车，在墙内确实很搞笑啊。其实墙内各行各业啊，有一个算一个，
只能说在顶尖的技术上都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这个小频道呢，也有评论区骂人的。既然都翻墙出来了，那就耐心听完吧。可以去看看各大医院、各大科室的医疗设备都是从哪里引进的，国内顶尖高校的实验室用来做实验的各种设计开发软件是从哪里来的。那些遥遥领先车企的生产线，大到机械臂、自动生产线，小到装配工人的那个打螺丝的工具啊，好好看看是什么牌子，都是哪些国家生产的，有几个是国产的呢？欧美日韩发达国家的产品为什么就是好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强类啊和欧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核心动力完全是不一样的。欧美经济发达的核心驱动力是消费，美国的消费占 GDP 将近 70% 啊，所有发达国家几乎都是这个比例，消费量巨大，就是产品经济高度繁荣，再加上人家那边是真正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只要你的产品做得够好，你的技术够强，就能赚到钱，而且能赚大钱，所以人家技术发展这种动力就非常足啊。反观强类呢，连最基本的公平竞争都做不到，即便做出了好产品也拿不到回报，更不用说用赚到的钱呢去开发更好的产品。就连网上一直颇受好评的胖东来超市呢，连他们那个市都出不了，那就更不用想强类会出现什么国际化的大公司了。有网友比喻的好啊，你家里整天被铁链子拴住的土狗，整天吃的是剩汤剩饭，骨瘦如柴的，哪天给你放出来到野外去，它就能灭一整个野生的狼群吗？回来之后你就把你家的土狗改名了，改叫战狼。这种只存在于强类的故事啊，只能忽悠一下韭菜。三星已经跑了，华为依然没有变便宜啊。没有外资的加油站，你加油也没有见便宜啊。没有国外的车险，车险还是很贵啊。更不用说什么电信运营商了，全然都是实名的。但是呢，诈骗电话还是满天飞啊。如果真的像有些人说的，把特斯拉赶走了，估计啊，国产新势力的车贷啊要背上30年，价格更是贵到离谱。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拜拜。出来玩啊，车还是不能停在草坪上。不要乱发啊，不要乱发，好吧？好的。说到根源啊，引发1000多你们也不利。